大家好，我是克里斯，這一次又來拉馬力機啦。經過一段跌跌撞撞的實驗性魔改，今天終於來驗收我這台 RTS i65第一階段的魔改成效。自手上的 G7 鉛酸電池換上鈉離子電池之後，馬力竟能從2代電推爆炸出 0.5 匹馬力。看來電池性能優劣是能直接影響光陽電推的力道輸出。老實說，這也是我親眼所見才敢相信。但我的 RTS 改了3道板電推，對電池的性能要求更加苛刻。雖然搭配10號鈉離子電池已經能正常觸發3道電推長達27秒的介入，但實際的電推力道究竟有多少？到目前為止仍然是個謎。畢竟光陽原廠建議3道板電推控制器必須搭配鋰電池使用，而我現在選擇鈉離子電池配置，算是直接違背了原廠規範。所以這次驗證的是鈉離子電池究竟能不能真正負荷這套3道板電推，並且像 G7 2代電推搭配鈉離子電池一樣，從數據圖上就能看出明顯的馬力峰值提升。刺激，期待！這個是首代的 RDS，然後改了2代 RTS 的 ECU， 還有再道板電推。对，沒錯。然後我那傳動已經改成就原廠的配置了。對。然後目前的里程5294，上次保養是在85公里前換了是10W40的機油。對。OK， 然後汽油加95千。好，加油！壓力很大，壓力很大，对，有點大。今天不敢穿光的制服了。今天主要想說，测試說這台車的最大動力會多少？好，因為我改了一些不少東西，那希望可以超過14匹。因為原廠的測出來大概是，你有改的話大概是13.9、13.8樣子。那這老闆你有就是拉過原廠的嗎？之前有拉過。是改了什麼？他改了艾瑞斯的電腦啊，結果馬力多少？馬力大概落在14多。14多？對。哦，有壓力咯。那你會不會跟艾瑞斯就持平或超越呢？那這樣我比較有壓力。要看價格啦。這個電池4200，3道板電推大概算7900。2道電推3期大約加起來大約是15000左右，差不多吧。艾瑞斯電腦多少？9500。哇！艾瑞斯電腦花費9500就能突破14匹，不聽原廠規範，硬要使用鈉離子電池搭配3道板電推的我，只希望待會的場面不要太難看。對了，老闆，我們發現有一點很特別，就是之前呢，我們有一台就 G7，它是原廠車。原廠電池換成鈉離子電池之後，馬力多大約0.5到0.7匹耶，怎麼解釋？聽說你有跟官方去確認嗎？對啊。官方怎麼說？如果以原廠來講，它鉛酸電池的話，它拉出來每次給的功率不太一樣，因為它回充比較慢，那放電也比較不穩定。那有時候可能測出來是0.6，然後第二是0.55，第三是0.5，第四是0.4。所以原厂的光陽原厂電推它的極限不是0.5嗎？0.5是平均值。所以它是拉那個G7的馬力比較高，並不電池，而是讓那電推更能發揮的意思。對，因為鈉離子它回充比較快，然後放電的功率也比較強，所以等於說你換了一顆特別強的鉛酸電池，所以它每次電推在做動的時候都是最強的狀態。那感覺今天必須要超過14.5，不然不好看呢。不要這樣啊！你這樣我很沒有信心呢。這樣子，對光有信心了嗎？加油！哇，老闆是不是很排垮？对，超排垮，怎麼回事？有沒有緊張？有啊。哇，老闆，感覺馬力很排垮，對不對？對。
啊，怎麼回事？有什麼理由可以幫我開脫了嗎？如果依照馬力計出來的數據的話，我也只能說就是這個數字。哇，對，但是依我知道啦，因為今天的大氣壓力不高，对，正常好一點大氣壓力，正常來講，例如說沒有什麼天氣因素的話，它正常可能會有1.0多，哦，但是馬力拉出來就會比較漂亮。所以說不是安慰我的話術。對，不是，對。我是看聽說你這台機器你拉過原廠的 RTS， 對，然後改了電腦之後對，馬力有14點多，有14點多。那怎麼回事？怎麼解釋？因為我們用愛略斯的電腦去重新撰寫它的點火跟供油，對，把它的原本光氧的動力釋放出來。哦，對，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嗎？那圖？可以。哇，怎麼可能？我改了3大板電推，還有10毫纳米電池，還有2代的 ECU， 才13P 就頂了。這邊，哦，14.41，對，啊，那前面很爆呀，前面那個。对，前面，等一下我看有沒有另外一張。不是我們2個的差距嘛？對，都是1代的 RTS。对。啊，我們2個的差距會差很多嘞。有什麼完全不說話？當老闆講就好了。當接你，當做你今天沒有來過，也是可以啊。市面上馬力機有分2款，一種是像我是用 DynoJet， 然後另外一款是 DynoPro。那每一款馬力機都不錯，只是說，機子不同的情況下，然後再加上天氣的因素，可能誤差值會有正負2P。正負2P。对。哦。艾略斯可以達到14.41耶。實驗性魔改就是那麼的峰回路轉，驚喜意外總是接連不斷，排除一些車子耗材的磨耗可能性。目前看來，鋰電池是最該優先納入考量的重要變因。雖然換上10毫鈉離子電池之後，能正常觸發3大板電推，而且每一把測出的馬力數值都有逐漸攀升的趨勢，但距離原廠 RTS 輪上馬力應有的13.8到13.9P 左右的水準，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。所以下一次，我認為我還是乖乖遵照原廠規範，換上鋰電池，再重新測試一遍，看看問題究竟出在電池供電，還是車輛本身仍有其他變因。但話說回來，今天剛好第一次見識到艾略斯的實際案例，讓我相當的好奇。那就有勞偉哥稍微簡單補充介紹一下艾略斯電推的特色。想說剛好現場有一台同道中人，也正處於魔改初期的進展期待，就拿它來當做範例啦。像現在看到這個界面是艾略斯的 MGU 它的調整模式，它還有分街道模式，然後一般模式。哇哦，對，然後或是關閉嘛，然後因為這台車它使用鋰鐵電池，所以你一定要讓它配對說知道說它這台車有用鋰鐵電池，對，然後像它這邊也可以調整它的最大充電量，那我們也都是使用預設值80，我們沒有去做調整。然後敏感度就是我們把它調到，就是所謂敏感度就是它依照你的 TPS 吹油门的敏感度去觸發它的電推。OK。對。哇。然後作動時間我們就把它開到最滿，8秒。對，就8秒，因為它這台電腦它是使用Mini XX，所以它最大就是8秒。哇，界面好帥啊，界面。對。哦，還有那個 eBoost Ready。對。感謝偉哥的誠心分享。至於 Eraser 電推實際能帶多少改變，就待這台進站期待正式成模之後，我們再找機會深入了解，並好好比較各廠排速可達的體質差異與性能改裝的潛力。OK， 今天影片就這樣子啦。RTS 的魔改之路還沒完結，我們下一次油門一拜再會。我是克里斯，拜。